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讲讲，俗话说手中有财库，钱运挡不住。财库是什么？可信吗？香术最早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，据《大代礼记》记载，西尧取人以状，舜取人以色，禹取人以言，就是关于香术说法。古人认为有特殊能力的人一定会有比较特殊的相，所谓圣人一相就是这个意思。例如在古代的壁画或者书画中，经常会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氏，人首牛身的神农氏等等。据史料记载，战国时期的孙膑求学于鬼谷子。一日，二人在深山之中论道，鬼谷子见孙膑脸上有凶恶之气，便说道：黑氏之气单于阅读，此为珠玉陷于泥中，主身陷牢狱，而有性命之险。后来孙膑果然被处以了并行合刑嗔刑。这些记载说明香术不仅和迷信思想联系在了一起，还逐步扩大到了民间。随着相术的发展，香术和民间的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俗语。这些俗语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，保留了下来。俗话说手中有财库，钱运挡不住。财库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俗语可信吗？这里的财库其实是指手掌中的一种掌纹。说财库纹之前，要先说一下手中的钱财纹。钱财纹一般指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面的长短不一的细纹，这种纹路一般为竖线，比较细，以清晰和数量多为佳。古人认为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好。财库纹则是指手掌中多条纹路相交错而形成的口字形或梯形，这种纹路封闭且比较严密，以四个角不漏为最佳，例如元宝纹。古人认为拥有财库纹的人拥有较强的聚财能力，并且能守住钱财。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。手作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和常用的肢体，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很多生活中的印记都体现在了手掌之上，再加上手掌中的纹路较为多样，于是便把这些纹路和实际生活联系了起来，外加一些迷信思想，就成了流传至今的俗语。例如男子断掌筋如铁，女子断掌过防痒，说的就是男子拥有断掌纹是勤劳的象征，勤劳则会致富，女子拥有断掌则显示出女子活泼掌纹和实际生活的联系，外加了一些迷信思想。命运作为一种未知的存在，并不会因为手掌中的纹路而改变，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，只有通过努力上进，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把握命运。所以人不能过分迷信于相术。除了上述的手相，还有哪些手相预示着财运呢？第一，手掌心凹陷。手掌心凹陷的人代表着财运，经济上有一定财富积累。第二，手掌较厚。手掌较厚的人财运亨通，事业上发展较为顺利。第三，手掌方正。手掌红润方正是富贵相，一生运势较好，生活顺利。第四，拇指大，四指并拢。拇指比较大，其他四指合拢而没有缝隙或者缝隙较小，这样的手掌，古人认为可以守住财富，不漏财。当然，除了这几种漏财手相之外，我们也要避免遇见拥有这些破财面相的人。其中男人们就千万要注意了，千万别娶这5种女人。第一，5种一生难嫁的女人面相：个性高傲，翻脸无情，娶了一辈子走霉运。嫁人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，每个女人都想着自己穿上美丽的婚纱，嫁给最心爱的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有很多女人很适当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，步入婚姻。然而也有的女人到了结婚嫁人的年纪的时候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，没有把自己嫁出去。有的女人迟迟没有把自己嫁出去，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，跟自己的面相也是相关联的。那么什么面相的女人是很难嫁出去的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泪膛凹陷4暗的女人。泪膛枯陷，眼睛无神，冷淡，让男人提不起来兴趣。实际上卧蚕部位晦暗的，代表女人肾气不足，性能力欠佳，男人自然而然无味了。泪膛即是下眼睑，这里枯陷的人多数属于没有情调，刻板木讷，不懂浪漫，也不懂与异性相处，引不起异性对他的兴趣，终日郁郁寡欢，难以让人喜欢。因此拥有这种面相的女子难以嫁出去，即使有天嫁出去，也难得老公喜爱。二、两耳无轮的女人。两只耳朵就像蒲扇一样，没有耳轮，薄薄的类似于一张纸，这样的女人先天肾气亏虚，生育会有困难，且性能力不足，与男人相处会缺少女人天生的吸引男人的美眷，即使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了，也会慢慢疏远。三、额头高凸的女人。额头高高大大并且前凸的女人，这是凡事都要思前想后，犹豫不决的面相。
这样的女人老成持重，性格偏于理智，不会冲动做事，但这样往往也导致了她该出手的时不出手，错过了美好的姻缘，而且很容易喜欢上年纪大的男人。4. 眼睛突出的女人。女人的眼睛类似于青蛙眼的，向外凸起，这样的女人刚愎自用，性格暴躁，缺少女人味道，就像男人一样脾气大，男人除非是吃软饭或者性格懦弱，否则早早的就吓跑了。凸眼睛的女人疑心重，爱唠叨，顶撞男人，处处的体现强势。凸眼睛是指眼球有点向外突出，而且比较明显，拥有这种眼型的女人一般有点神经质，小心眼，啰嗦，做事情反复无常，喜欢说三道四惹人烦，办事情总是有头无尾。谈恋爱也是一样，开始的时候总是激情四起，但却有始无终，因此在情路上跌跌撞撞，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。5. 山根过高的女人。山根位于鼻梁的根部，这里是鼻子与印堂接壤之处，代表了个性与自我。女人的山根明显高高挺起的，这样的女人会处处以自我为中心，个性更是强烈，男人无法驾驭，并且容易态度傲慢，目中无人，好男人都会望而却步。6. 额头低窄的女人。额头低窄，发际线很低，额角有窄窄的，这样面相的女人容易生气贪心，且遇事多想不开，凡事不以大局为中心，想法偏私狭隘，总想攀高枝，但是事与愿违，越是攀高越是命运不济，难以找到理想的男人，甚至岁月蹉跎依然孑然一身。7. 耳轮过于突出的女人。耳轮扩反，任性反叛。耳轮扩反的人性格活泼好动，爱好表现自己，但又很叛逆，喜欢唱反调，好辩论，好胜，不赢不罢休，因此惹人反感。女子如果是耳轮扩反，个性倔强，脾气大而过于主观，说话做事常常让男人落下了台，缺乏包容的心，因此男人都不喜欢与她交往。8. 额头宽而方正的女人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个人能力，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方正而宽阔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事业心旺盛，能够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，个性独立而强势，对他人的依赖心不强，在男人面前也总是展示出自己很有能力的一面，而且心气非常高，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的苛刻，既不希望对方太强，也不喜欢对方太弱，性格太强的他们接受不了性格太弱的，心智长时间被他们压制，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9. 脸盘宽大的女人。相书中有言，面大妇人多不孝，如果女人脸盘过于宽大，再加上两腮枯陷无肉的话，这种脸型也称为柿饼脸，这种女人大多看上去脸生横肉，给人一种较为凶悍之感，而且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蛮横跋扈，不讲道理，家里的事都要自己说的算，而且个性顽固，一旦决定的事情，谁劝说也改变不了，做起事来狠辣无情，不留余地，毫无情分可言，对老人不孝顺，对丈夫和子女没耐心，婚姻多不顺，一旦离婚的话，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性，注定孤苦。10. 双拳塌陷的女人。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、权力欲和处理事情的手段，如果女人的双拳部位塌陷无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自我意识淡薄，内心也比较的阴暗，性格懦弱不堪，做事没有原则和底线，而且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，做事从来不会正大光明的来，只会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耍阴招，性格方面较为内敛和消极，总是把人把事往最坏的方面去想，还喜欢在背后算计，即使是身边的丈夫或亲人也不例外，还容易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，生活过得压抑而痛苦，婚姻很难顺利。11. 鼻子大而露骨的女人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自尊，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和人际关系。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大而露骨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自我意识非常和自尊心都非常的强，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有着很强的表现力，也希望别人都围着他们转，善于表现自己。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和傲气，眼光非常的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特别的难相处，也很少会有男性敢主动靠近。算命先生说，手有米则文，富贵到永久，准得吓人。第一，形体，手后肉多有夫人，手掌厚实，手指饱满且擅长掌，干事有方案，节状稳重，属于官运之长相。掌薄掌长指短，即使其他文献再好，也无官之相。掌后背圆，一世好风光。也就是说，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，血管和骨头，掌心掌背都肉多，摸起来温暖和踏实。
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，龙虎相配富贵人，手掌后是手指饱满，手相中手指为龙，手掌则为虎。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，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。只可龙吞虎，不成虎吞龙，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。第二，符号，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，生平不劫钱财。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，事业不变。太阳线较着，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。小指财运线较着，财运丰隆，手有余钱。第三，纹理和符号均配。以这位女士明堂迪洼，八卦丰隆，并且玉主纹清除了然，现过两桥，一闹事业不变，财运丰隆之象。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，古相书言手有米字纹，富贵到永久之说。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，一样平常呈如今掌秋或掌心时，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，随意获得横财、外财或不测之财。二，玉柱纹清楚直上，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，事业线的长势好，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，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，婚姻幸福，钱财充足。事业线又称命运线，其笔直向上延伸，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，其人事业心很强，干事有气概气派，且率领力很强。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，则其才能出众，常有贵人互助，并且福泽很大，仕途中官运利势。第四，手相中纹理、符号、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，富贵者居多，由于相不独断。其次还有一种就是长色苍白，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。长色苍白不劫钱，不入寿三宫高凸有弹性，事业线清楚直上，事业有成，钱财充足。第二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，10年难得一见，必是一辈冲天富豪命。一，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，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二，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三，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，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四，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五，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妇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六，祖臂纹。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。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，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七，三财纹。玉管照神局，三财纹上的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天文感情线，人文智慧线，地文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，是掌中三财。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，3条纹身长清晰，没有其他杂纹。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，一眼看去，掌中一个川字，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，并有男人川掌事业顺，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。10，三峰纹。
玉管照神局，三峰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，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峰纹指的是巽宫、离宫、坤宫三个部位比较饱满，像山峰一样。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，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，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。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三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，更别说是三处了。11. 六秀纹，首相歌诀，六秀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平人成大富，谋之禄未丰。六秀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，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，又被称为偏财纹、六合纹、一禄纹。如果在六秀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，相当于是一种辅佐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、创作线。如果六秀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，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手掌底部，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。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，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12. 玉柱纹，玉管照神局，玉柱纹从掌直去，为人胆智必聪明，更得学堂文显现，中年必定拜公卿。女人有玉柱纹，富裕之外，只是要里外操心，有管服治家的现象，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。有的玉柱纹不够长，没有穿过天纹，但是与天纹、人纹、地纹交叉，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，这叫做 M 字纹。有 M 字纹手相的人，通常学问高深，或者是创业富豪。13. 三奇纹，玉管照神局，三奇纹现无名指，一路分开三个纹，生在正宫并掌内，必作金门实禄人。这三条纹并驾齐驱，形成树的形状，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。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，一生富贵，名利双收，能成大事。14. 千金纹，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，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，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富贵荣华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遇千金直上加，涉是少年人的词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掌中有千金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